田明二钢铁灰烬的最后一个活动战争号召在这周3推出了，因为下一季反叛浪潮不会重置以及提高光等上限。这次活动奖励丰厚，对于想要在开季就满等的玩家来说会很有帮助。我个人是星战粉，所以应该会趁这次机会爬到满等。今天要分享的是在单人活动盐矿区中取得高分的方法，因为分数加成取决于个人光等，所以每个人可以达到的最高分都不太一样。以活动奖励的丰厚程度来说，应该连休闲玩家都可以轻松爬到500等以上，至少够你拿100分的酷炫头盔了。先来看看我们的挑战修饰系统，基本上就是放满4分以上的选项。盐矿区的濒临攻击顶多就是像黄昏立场手榴弹那样的缓速影响，所以致命濒临的 66.6% 伤害提升其实不怎么有感。牵制的部分就注意不要跳来跳去就好，因为玩电猎联合打击的伤害叠加很高，慢且小其实也还好，但有其他影响更小的选项。我特别不推荐元素配对，非常影响节奏。玩家风险的部分，把所有最高分的选上就好。据说之后会把其他仅限武器的选项也改成5分，但由于我们会以技能为主，所以没什么影响。肌肉发达有玩过就知道，其实还蛮不错的，其中血量增强比削弱还要有感。角色与技能的部分推荐电弧猎人，大招随意，近战绑定联合打击，搭配相位风暴之极，伤害会非常可怕。再来是致命电流，闪身后下一次近战攻击会颠簸目标，近战攻击被颠簸的目标会造成蒙蔽，即运势不可挡勇士。碎片可以带电击火花、抗性火花、离子火花与增幅火花。异域防具是天赋定罪，这套从命运边缘开始就强得离谱，甚至在之前联合打击坏掉的情况下，都可以轻松通关大部分的活动，让电猎的伤害与生存能力都变得非常夸张。相位也可以带风暴之极与升天，可以充分利用防具的特长。但因为要对付势不可挡勇士的关系，所以没有这样选择。头部防具带满拳拳到肉，可以快速获得超能力能量。手部带满暴虐重拳，1至3个的冷却时间分别是10秒、5秒和1秒。因为生命值不会自动回复，所以力量球十分重要。另外特别重要的是腿部的恢复，1个和2个以上的生命值回复是15和75。披风的强大吸引，装备1个和2个以上，使用职业技能自动收集 12.5 和 18.5 公尺内的力量球。数值方面近战越高越好，职业也要70以上，这样联合打击击杀才能一次回满职业能量。武器的部分则基本上用不到。单人活动常常会有一些麻烦的支线任务，像是武器击杀、精确击杀之类的，这些看到都建议重新进一次，不然玩起来会很拖时间。首先要做的是用近战、闪身的循环增加联合打击次数，可以先不要滑铲近战用风暴之极，可能会一次杀太多怪。联合打击乘3之后，打黑球只要2拳，对付勇士也会容易一些。之后主要是实际操作的影片，可以快转到看到字幕再停下来听重点就好。遇到势不可挡勇士时，如果附近有小怪，可以用风暴之极颠簸，再接近战击晕，也可以用闪身2拳，再接风暴之极。清完怪后就可以到下一关重复一样的步骤。这次活动新的战员类型需要打掉周遭的3个飞行物，或是直接用超能力才能伤害。卡 bug 的话就只能浪费掉超能力了。不过因为拳拳到肉可以加快超能力恢复，所以不用太担心。
这边除非有重伤需要力量球，不然可以无视所有怪到第3关。唯一的例外是这里有可能随机出现一只黄血条怪，如果要挑战前1%的分数，就需要击杀它，获得额外加分。我自己是从来没有遇过，也可能玩得不够多，反正我的主要目标就只是100分的头盔而已。第3关除了最后会出现一只血厚一点的怪以外，也跟前2关差不多。打王时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到血条第2、3段的时候再用超能力，但这种小细节不会影响任务完成。联合打击也会增强未充能的近战，单人活动的王就算最后用锤的也能搞定。Nice job, Guardian. I'll get on comms to Neek and let her know this sector is safe for salvage. Tell her to hurry. It won't be long before the region is flooded again. She knows what she's doing.